如果有一天，一位中国人跑到公开场合，豪气干云地说出我们中国的网络比台湾还自由，你会作何反应？听到这话，多数人可能会愣住3秒，然后满脸问号。中国的网络比台湾自由，这话听起来实在太反常识，太颠覆认知了。然而，就在不久前，真有这么一回事，而且接下来发生的事更是让人哭笑不得。一位美国教授当场一句话猛击要害，直接让这位中国人无地自容。到底发生了什么？这背后又折射出怎样耐人寻味的现实？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聊这场翻车事件，以及围绕言论自由和资讯管制那些事儿。故事得从一场跨国交流说起。据传，这是一堂美国大学的课程讨论，现场既有各国学生，也有来自中国大陆的留学生。一开始大家聊得还算平和，直到一位自信满满的中国同学站起来，语出惊人地表示，我们中国大陆的网络环境其实比台湾自由。此话一出，现场气氛明显一致，许多人以为自己听错了。在全球都知道中国网络封闭严控，而台湾是开放民主社会的情况下，这位同学竟颠倒黑白般的声称中国网络更自由。一些外国学生面面相觑，不确定他是不是在开玩笑。然而那位中国同学神情严肃，显然不是玩笑。他或许是真心相信，或者想让大家相信中国14亿人口的互联网比只有2400万人口的台湾要来得更加自由开放。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这位中国同学滔滔不绝地讲起所谓的事实。他说，在中国网络上，人民发言踊跃，各种声音都有。反观台湾，他声称那里被民进党当局操控，某些对大陆友善的资讯可能被屏蔽等等。听到这里，恐怕连台湾同学都要哭笑不得，自己天天上网，怎会不清楚台湾网络有多开放？但这位中国同学或许深受某些宣传影响，认定台湾对大陆有所封锁，而大陆才是真正的信息畅通无阻。可以想象，当时现场不少人已经暗暗吃惊，甚至憋笑。这位哥们怕不是生活在平行宇宙？就在众人尴尬又好奇的时候，旁边一位年长的教授开口了。这位教授是美国人，学识渊博，对中国和台湾的情况颇为了解。他本来静静听着，没有插话，但听到中国网络比台湾更自由这样的离谱言论，终于忍不住站了起来，微微一笑，对那位中国同学提出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既然你觉得中国的网络那么自由，那你敢现在就去搜一下天安门吗？短短一句话，犹如一道惊雷在课堂上炸响，霎时间教室里安静的连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那位中国同学原本滔滔不绝，这下突然语塞，脸上的表情精彩极了，先是愣住，接着变得涨红，似乎不知道该如何作答。你敢搜天安门吗？这看似随意的疑问，实际上戳中了中国网络自由最大的痛点。因为凡是了解中国网络生态的人都清楚，天安门这2个字绝不仅仅是北京著名地标那么简单，它更代表着一段在中国大陆被全面封杀的历史。1989年那场震惊世界的天安门事件，在中国的网络上，无论是搜索引擎还是社交平台，天安门事件、6·4这些关键词都是高度敏感，几乎搜不出真实信息，甚至可能什么结果都没有。换言之，这些词在中国互联网是被当局刻意抹去的存在。教授的这个反问之所以令中国同学哑口无言，正是因为他抓住了最典型的例子来检验所谓的网络自由。如果你的互联网真的自由，你就应该可以毫无顾忌地搜索任何事件，讨论任何历史，包括那些对政府不利的真相。可现实是，在中国，你连天安门1989都不敢搜，不愿搜，不能搜，那还谈什么自由呢？教授这一问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直击灵魂。据在场其他学生事后描述，当时全班寂静数秒后，隐约传出几声忍不住的窃笑，一些外国学生摇头莞尔，台湾学生则露出意味深长的神情。那位中国提出论调的同学面对如此直接的质疑，据说涨红了脸，支支吾吾，半天挤不出话来。更有趣的是，有人说教授接着补充了一句近乎致命的追问：为什么不敢呢？如果中国网民真有言论自由，难道连自家国家的历史都查不了吗？
这下那位中国同学彻底沉默。有传闻说，他当时掏出手机，打开大陆常用的搜索引擎，尝试搜寻天安门事件，结果当然是找不到有意义的内容，要么跳出爱国主义教育的官方陈词滥调，要么干脆显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无法显示结果。现场的美国教授和同学们看着这个结果，谁都没有再多说什么，因为事实胜于雄辩。这种场面真可谓大型翻车现场。刚刚还信誓旦旦说大陆网络如何自由，转头自己试试，发现连重大历史真相都被遮蔽，打脸来得如此之快，如此之痛。据说那堂课以一种颇为尴尬的气氛结束，那位出言的中国同学满脸通红地坐下，不再吭声。教授则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仿佛希望他能从这件事中有所醒悟。很多在场的学生后来回忆起这一幕时，都用大快人心来形容教授的回击，称赞这位美国教授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现实课。毕竟比起干巴巴的讲道理，这样当场验证、当场揭露真相的方式更令人印象深刻。值得一提的是，你敢搜天安门吗？这句话后来在网络上火了，不少网友拿它当梗来调侃。有台湾网友笑称这问话太狠了，直接把对方问到怀疑人生。也有人模仿教授语气，在网络论坛上对夸赞中国言论环境的帖子回复：敢不敢百度一下某某事件呀？俨然把敢不敢搜变成了吐槽中国网络审查的流行语。不过对于中国国内的网友来说，这句流行语恐怕只能在翻墙后才能看到，毕竟它本身就提到了一个禁忌话题。如果有人在大陆社交媒体上引用你敢搜天安门吗，十有八九会立即被删除帖文，甚至禁言处理。这本身就是对中国网络自由最大的讽刺。那么中国大陆的网络到底有多不自由？台湾的网络环境又是怎样的？下面我们就借这次事件来比较一下中国和台湾在网络自由方面的真实差异，以实例说话。美国教授那一句反问点出了问题的核心，事实究竟如何？中国大陆的网络环境和台湾的网络环境可以说是截然不同，几乎处在自由的两极。我们不妨从多个方面来对比一下关键词和敏感词，不能说的名字。首先，在中国上网有一份永远看不见但时刻存在的禁忌清单，很多词汇你在中国的互联网碰都不能碰。比如前面提到的天安门事件、6·4、坦克人，这是政治禁忌。又比如法轮功、新疆再教育营、香港战中、台独这类也是敏感到不行。甚至连看似无害的维尼熊都曾被大规模屏蔽，只因为有段时间网友喜欢拿卡通小熊爷与国家领导人，结果维尼不幸躺枪，从此在中国网络上成了违禁词。这些字词一旦发在社交媒体，很可能立即被删除，搜索也搜不到正常结果。说中国网民每天就在这样一张无形却坚固的过滤网下冲浪，许多话题根本没机会看到天日。相反，在台湾，你很难想象有哪种词汇是全民被禁止讨论的。台湾的新闻媒体和网友日常照样可以谈6·4，聊北京高层权斗，批评自己的总统、副总统，甚至讽刺美国总统都没人管。就连在大陆被视为洪水猛兽的台独主张，在台湾也是可以公开讨论，有人支持，有人反对的议题。这种开放讨论在大陆几乎不可想象。封锁网站、翻墙与自由门。其次，互联网的可及范围天差地别。在中国大陆，有一道著名的网络长城，正式名称叫防火长城。它把全球互联网硬生生砌出一个内外之分。中国网民被圈在防火墙内，只能上经过中国政府许可的那些网站。而像 Google、谷歌、YouTube、Facebook、脸书、Twitter、推特、Instagram 等全球主流网站，在中国全都被封锁访问。就连维基百科这种百科全书网站，中文简体版在大陆也常年无法正常浏览。试想，在信息时代和世界隔绝是一种什么体验？大部分中国人从出生起就被限制在局域网里，获取的信息被严格筛选。他们如果想要访问外面的网络，唯一办法就是使用翻墙软件或 VPN， 但是当局也严厉打击翻墙，普通人用 VPN 是违法的，一不小心就可能被约谈罚款。所以并不是每个人都有勇气和条件翻墙出去看世界。相比之下，
台湾根本不存在什么网络长城，台湾人上网就跟世界上其他自由国家一样，想上哪就上哪。YouTube、Google、推特、维基百科，所有国际互联网资源一应俱全，从没有被政府强调过，甚至别说这些西方网站了，台湾对中国大陆的网站也没有封锁。台湾网友如果出于好奇，完全可以直接访问人民网、新华网、哔哩哔哩、微博、微信这些大陆平台，一个都不缺。台湾政府不会禁止你浏览中共的官方宣传或者注册大陆社群账号，有没有兴趣看，那是你个人的自由。讽刺的是，有网友打趣，在台湾，如果有人热爱中国共产党，他完全可以每天登录学习强国 App， 打卡学习习主席语录，但在大陆，如果有人想上 Facebook 看看国际新闻，他却必须铤而走险翻墙。这就是两边最大的不同。台湾不怕你接触任何信息，相信人民有判断力；中国当局则唯恐某些信息传入一道高墙把关，生怕老百姓看到不该看的东西。新闻与舆论，喉舌 vs 百家争鸣。第三，看看新闻媒体环境。中国大陆的新闻媒体几乎都在官方严格管控之下。有一句形象的话叫党的喉舌，就是说媒体必须替执政党发声，不能唱反调。从中央电视台到各大报纸网站，无不如此。报喜不报忧，选择性报道是常态，对政府有利的拼命吹嘘，例如歌颂政绩，渲染民族主义；对政府不利的要么不报，要么轻描淡写，甚至发生重大灾难、人权事件也会被掩盖。在大陆，记者揭露腐败或真相可能丢饭碗，媒体若敢乱说会被停刊整顿，所以长期下来，很多大陆民众获取的信息都是高度单一且经过过滤的。相反，台湾的媒体环境要自由多了。台湾有公营媒体，也有大量民营媒体，政治立场多元，有亲绿的，也有偏蓝的，还有相对中立的。政府无法要求媒体只报喜不报忧，官员丑闻、政策争议，媒体照样曝光批评。虽然台湾媒体有时也被诟病偏颇或过于八卦，但关键在于他们不受政府审查。无论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无法完全操控媒体舆论，所以台湾民众每天可以看到各种不同观点的报道，自己去判断真假。而中国的民众很多时候看到的新闻已经被官方定调，一种声音灌输久了，就很难了解到事情的全貌。社群平台生态，禁言与自我审查。再来看看社交媒体和网民生态。中国大陆有自己的一套社交平台，微博、微信、抖音等等。这些平台表面上也有海量用户在发表言论，但其中运行着庞大的审查机制。每个平台背后都有成百上千的审核员，24小时巡查过滤，发现敏感帖子立刻删除，发帖账号可能被禁言乃至永封。许多大陆网友因此练就辱骂技巧和谐音梗，想批评领导人，不敢直说名字，就用绰号影射；敏感事件不能提真相，就用代号暗示。例如，习近平被称作维尼，包子不能直说，64就讲5月35日。久而久之，这套言论管控下的黑化体系在大陆形成，大家都小心翼翼说话，担心留神踩线惹祸。而在台湾，社群平台使用的是全球通用的，例如 Facebook、Line、YouTube、PTT 论坛等，政府并不会派网军全天删帖，大多数台湾基本不必担心因为批评时政而被消音。有人或许会说，台湾网络上也不是没有删帖封号，确实，各平台也有自己的内容规定，比如不能谩骂、不能色情暴力、不能假消息等，这些属于平台社区准则，而非政府审查。而在大陆，很多内容被封禁，纯粹是因为政治禁忌或者意识形态原因，而非内容低俗或造假，这就有本质区别。此外，大陆官方还养着庞大的五毛小粉红大军，随时引导舆论围攻批评政府的声音。他们在网上制造一种全民一致、爱党爱国的假象，令很多中国网友不敢发表不同意见，生怕被网暴，甚至被警方找麻烦。在台湾，虽然网上也有激烈论战甚至口水战，但那更多是民间自发，两派互杠，并不存在政府豢养的统一战线式网军来恐吓异议者。如果有人在台湾网上发表亲共言论，
顶多被其他网友言论反驳或嘲讽，但政府不会去抓他。而如果有人在大陆网上发表反共甚至仅不同调的言论，很可能文章秒删，账号被封，严重的还会被警方传唤警告。这自由程度孰高孰低，一目了然。翻墙与信息获取，谁限制了你的世界？提到翻墙，就不得不说获取外部信息的难易。中国当局不仅物理阻断国外网站，还通过教育和宣传灌输一种观念，外面的信息都是带有敌意的、不可靠的。例如，西方媒体的报道常被污名为抹黑中国，境外社交平台则被形容为充斥反华势力。加上翻墙门槛存在，很多中国网民这辈子都难以接触到未经审查的海外资讯，自然也就不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相反，台湾由于信息流通无阻，国际新闻、大陆动态，甚至中共官媒的说法，台湾人都能轻易看到。因此，台湾人往往同时了解北京和华盛顿在说什么，也看到不同立场媒体的报道，然后自己去分辨。例如，一场国际事件，台湾民众既可以收看美国 CNN、英国 BBC 的解读，也能看看大陆央视是怎么报道的，然后比对出不同。这种接触多元信息的土壤，让台湾社会对讯息有更强的免疫和判断力，不容易被单一宣传牵着鼻子走。大陆那位声称网络更自由的同学，很可能就是因为平时接触的信息被严格过滤，他真的相信了官方某种说法，却不知道自己其实被关在信息茧房里。法律和制度层面，管控 vs 保障。从法律上看，中国和台湾对待言论和网络的态度也是南辕北辙。中国大陆宪法虽有写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但实际操作中，这条款被各种前提和法规架空。中国有一整套互联网管理条例，如网络安全法、互联网信息服务管理办法等，赋予广泛权力来删除内容、监控通讯。近年来还有净网行动、清朗行动等专项运动，进一步清除所谓不良信息。简言之，大陆官方认为网络空间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为人民服务。他们公开讲过，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把言论当成安全问题来抓。所以审查是制度化的、常态化的。而台湾则完全不同。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人民有言论和出版自由，除非触犯刑法如诽谤、煽动犯罪，否则政府不得限制。台湾没有针对普通言论的网络审查机构，只有对于违法犯罪才会执法管制。此外，台湾多年来还有新闻自由、政府透明等方面的法律保障和第三方监督。例如 NCC 会监督媒体公平竞争，但并不审查言论内容。又如有政府资讯公开法，保证人民获取官方资讯的权利。这一切制度都确保它网络生态倾向开放，而非钳制。一句话总结，中国是用高压手段力控网络舆论，而台湾是以民主法治保障网络自由。以上种种可以看出两岸网络自由状况简直天差地别，难怪自由之家等国际组织每年评比各国网络自由度，中国总是吊车尾，而台湾名列前茅。就拿最近几年的数据来说吧，全球性的人权机构自由之家给各国互联网自由打分，中国连续多年得分垫底，比如2023年只得了可怜的9分，排名世界倒数第一，而台湾拿到接近80分，高居亚洲第一，全球前列，9分对78分。这巨大的落差正是现实写照。当那位中国同学声称中国网络更自由时，恐怕连他自己都没意识到这种说法有多么荒唐。在事实面前，这样的论调不攻自破。这场中国网络自由闹剧，经由课堂见证者和网络视频的传播，在中外社群平台上掀起了不小的波澜，特别是在台湾和全球华人圈的网络社区里，引发了一波热议和群嘲。台湾网民几乎是笑翻了天，很多人在 PTT 论坛、脸书上分享相关视频片段，直呼这真是本年度最佳笑话。有人调侃道，墙内长大的小粉红出来现眼了吧。幸好有教授当场教育，不然他还真以为自己讲的是真理呢。也有台湾网友感慨，可怜呐，这孩子从小被洗脑，多年来第一次撞上现实铁墙，脸都肿了。不少人留言表示，以前只是听说大陆言论审查多严，这次通过这件事，
更直观感受到了那种防火长城的荒谬。更有网友发挥创意，制作了一些梗图和迷因，在网络上疯传。比如有张梗图画着一只大大的搜索引擎页面，中间只有一个搜索框，标题写着中国某同学的噩梦，搜索框里输入了天安门，而下方结果显示对不起，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无法显示。图片底下配上文字自由，请先解释什么是自由。这样直观幽默的方式引来网友一片点赞与分享。海外华人社区，比如 Reddit、品聪等论坛上，网友们也展开了激烈讨论。有自称身在墙内的大陆网友翻墙出来，看到了这则新闻后感慨：哎，不怪外人笑话，我们国内有些人真的被蒙在鼓里，还跑出去出丑。也有人为那位教授点赞，教授这一问太经典，不用长篇大论，就问能不能搜天安门，胜过千万句辩论。一些外国网民在 Twitter 上也关注到了这件事，他们可能对细节不了解，但也纷纷转发评论。有人写道 The irony writes itself， 还有人说 Claiming China has freer internet than Taiwan is like， 说北韩的新闻比韩国真实一样滑稽。显然，在了解基本情况的人看来，这位中国同学的言论成了大型笑柄。有意思的是，中国大陆内部对此事几乎一片静默，在微博、知乎等平台，你很难看到相关讨论。想想也不奇怪，首先，这事儿本身就涉及敏感的网络自由比较，其次还点了天安门这个雷，估计就算有人转述，很快也被屏蔽删除了。然而，还是有眼尖的大陆网友通过各种渠道得知了一点风声。他们在私人聊天群或匿名论坛里吐槽说，又给祖国丢脸了，这就是为什么教育我们出国别乱讲话。但也有极端的声音，试图为那位中国同学辩护，反而攻击起美国教授来。有传闻说，在某些亲共微信群里，有人愤愤不平地骂那教授侮辱中国，干涉我国内政，甚至还有论调狡辩，不让搜是为了国家稳定，美国人不懂中国的自由逻辑。这些言论再一次令旁观者大跌眼镜。正如一位网友讽刺的那样，真正厉害之处在于，被关在笼子里的人反而嫌给他打开笼子门的人多管闲事。总之，这次事件在墙内外舆论的巨大反差，再度凸显了信息壁垒带来的认知差异。随着话题热度发酵，一些搞笑短视频也应运而生。例如有 UP 主模仿当事场景，演绎了一出小品。视频里一名演员学小粉红，口吻说我们有言论自由，另一名演员饰演教授模样，笑着递台笔记本，行啊，同学，现场搜一下64吧。结果小粉红一脸惊恐，摆手拒绝，背景音效放出观众爆笑声，结尾打出大大的字幕，敢不敢搜？这类视频在 YouTube、抖音、国际版等平台上获得大量点击。不夸张地说，敢搜天安门吗？已成为近期华人网络上的一句金句，代表着对中国严酷审查制度的极简批判。其实，这并不是第一次出现中国人士豪言壮语却被打脸的戏剧性场面了。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上的交流增多，以及社交媒体让信息传播更迅速，我们已经见过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瞬间。主角有时是普通人，有时是官媒或官员。当他们试图在外宣扬一套说辞时，往往马上就有现实的反击，迎头泼下冷水。下面我们就来回顾几个经典案例。冒充台湾教授被当场揭穿。有一次在欧洲举办的亚洲学术论坛上，出现了一位自称来自台湾某大学的教授，在台上介绍台湾时，大谈两岸一家亲，言辞间对中国大陆大加歌颂，却对台湾民主只字不提，引起台下听众侧目。这名所谓的台湾教授其实是中国派出的学者，想借身份来提高可信度。不料台下有位机敏的德国学生听出了破绽，这位学生当场站起来用英文质问：先生，你说你是台湾人，可我一个外国人都觉得我对台湾的了解恐怕比你还多。如果你真的是台湾人，请你解释一下，为何台湾的人均收入和健保水平远高于大陆？霎时间，全场安静下来，所有目光转向台上那位教授，他脸色一下变得非常难看。支吾者答不出德国学生的问题。要知道，台湾的平均薪资和全民健保在国际上有口皆碑，
这名冒牌教授刚才的发言却对两岸民生差异闭口不谈，被戳破身份也只是时间问题。结果在众人注视下，他终于尴尬地承认自己其实来自中国大陆，台下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和嘘声。这场闹剧后来被论坛参与者曝光到网上，中国学者冒充台湾教授成为新闻，不少人感叹中方这种操作实在拙劣。更有台湾网友讽刺，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你可以骗过没去过台湾的人，却骗不过对台湾略有常识的人。这次事件就是个明证，资讯越开放的地方，谎言就越容易被揭穿。留学生叫嚣武统，教授震怒感人，还有一个在美国课堂上的真实故事，与刚才内幕颇有异曲同工之妙。某次美国大学的讨论课上，一名来自北京的大陆留学生和一名台湾女生发生了争论。这位大陆学生情绪激动，竟然口出狂言，对那台湾同学说出8个字：留岛不留人，你等着。所谓留岛不留人，是极端民族主义者鼓吹武力统一台湾时的一句狠话，意思是要拿下台湾岛，却消灭岛上原有居民。这句话一出口，全班都惊呆了。同学们没想到，这位中国留学生竟当着教授和大家的面，公然威胁要对他的台湾同龄人屠杀，尤其是那位美国教授，更是又惊又怒。据在场学生后来描述，教授当即拍桌而起，厉声喝道：“滚出我的教室！在这里，我们不容许任何人散布针对同学的仇恨言论。”那位中国留学生显然没料到会踢到铁板，愣了几秒后，灰溜溜地收拾东西跑出教室。教室里一片寂静，气氛紧张得让人屏息。过了一会儿，教授平复情绪，向那位受惊吓的台湾女生表达了歉意，并安慰全班。这件事后来传开后，中外网友都称赞教授处理的果断正确。在自由社会的课堂中，可以有不同政见，但公开扬言暴力和仇恨是不被容忍的。有美国网民评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人说出如此极端的话，实在可怕。也有中国微博网友在翻墙了解此事后，羞愧地留言：这种丢人现眼的小战狼，不代表我们真正求知的留学生。这场风波也再次说明，某些中国人的战狼言论一旦在国际场合说出口，是多么荒唐和失格。清华教授自证言论自由，反被现实教训。前面2个例子发生在国际场合，再来看一个发生在国内但同样讽刺意味十足的事件。2024年初，清华大学一位蔡姓副教授在课堂上向学生宣讲，我国是有言论自由的。有学生质疑说，可有人在北京四通桥举标语就被抓了呀。这位教授不以为然，反驳道，不会的，中国共产党才不会那样。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决定亲自去四通桥拍照，测试言论自由。结果，这位蔡教授刚到四通桥附近，举起手机拍照，立刻就被便衣公安带走盘查，还被扣留了好几个小时。他最终平安回家后，在社交媒体上愤愤不平地发文，抱怨自己只是拍照，却遭如此对待。这事迅速传开后，网上一片嘲讽之声。清华教授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许多人调侃蔡教授简直用生命在讽刺。堂堂清华学者，本想向学生证明体制可靠，没想到现实如此不给面子。一时间，清华教授四通桥宴，言论自由被抓，热门话题。有学者评论说，这位教授受到的教育太单一，竟天真到认为拍照不会怎样。这反映出哪怕在中国顶尖学府，仍有人不了解自己国家审查的严厉。更具悲剧色彩的是，据传清华校方事后对这名教授进行了内部处理，他本人也晋升了。这个故事和开头美国教授质问留学生的场景形成了耐人寻味的对照。一个体制内的中国教授试图证明言论自由存在，结果被自己信任的体制狠狠打脸。一个身处自由世界的教授面对谎言时挺身而出，印记真相，揭穿谎言，让大家看到自由的珍贵。外交场合的困窘时刻，除了上述学界和民间人士，还有一些中国官员或官媒在国际舞台上的名场面。例如2019年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接受 BBC 采访时，
被主持人当场播放了一段疑似新疆拘押营的视频，画面中大批维吾尔族人被蒙眼带铐押送。刘大使一时间手足无措，支支吾吾称不知道这是什么，还强硬说西方不要听信谣言。这一幕通过电视传遍全球，让中国政府在新疆问题上的说辞大受质疑。又比如某次联合国人权会议上，中国代表声称中国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和互联网自由，结果引来会场一片低声窃笑。西方国家代表纷纷翻白眼，毕竟中国的网络封锁在座皆知，这种公开场合的失态反映出中国官方话语和国际认知的巨大落差，也算是一种尴尬的打脸。虽然这些外交事件和我们讨论的课堂故事略有不同，但本质上都属于用谎言粉饰太平却被当场揭穿的翻车例子，可谓异曲同工。这一桩桩事件，有的令人捧腹，有的发人深省。可以看到，当谎言碰上现实，当封闭撞上开放，往往就会出现这样戏剧化的瞬间。在自由世界中长大的人，早已习惯了批判性思维和多元视角，他们一眼就能看穿某些言论的荒谬。而那些习惯了单一声音的人，骤然来到信息开放的环境，如果仍照搬原有的话术，往往会闹笑话，甚至招致反感。这些事件之所以广为流传，不仅因为它们戏剧性强，解气好看，更因为它们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道理：真相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在一个越来越透明互联的世界，再精巧的谎言也难敌一个简单的提问或一个无意间流出的画面。正所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不管是国家宣传也好，个人认知也罢，如果建立在信息屏蔽和扭曲之上，早晚会被撞破。而这些翻车场景，就是现代信息战场上的小小缩影。聊到这里，我们不禁要思考，到底什么是言论自由？信息控制又如何影响我们对真相的判断？最后，我们就来深入探讨一下这些问题，以及资讯自由对个人和社会的意义。首先，言论自由是一项基本人权，也是现代民主社会的支柱之一。它意味着一个人有权利发表自己的看法，获取各种信息，而不必担心因为自己的观点而遭到政府的惩罚。言论自由并不保证你说的一定正确，只保证你可以说，也保证别人可以反驳。正是在这种自由辩论中，真理才有机会越辩越明。这种观念源远流长，从欧洲启蒙时代的伏尔泰，我可能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到美国宪法第1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障，都是在强调社会的进步需要各种声音的碰撞。然而，纵观历史，信息控制几乎与言论自由的追求相伴相生。许多统治者出于维护权力的需要，会限制人民获取信息和表达意见。从古代焚书坑儒，到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禁书目录，再到集权国家的宣传机器，封锁与灌输是控制民众思想的两大利器。在20世纪，那些著名的集权政权无不严厉压制言论，纳粹德国烧毁有害书籍，苏联的真理报垄断信息，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更是只准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人们稍有微词就被打成反革命。对这些政权来说，允许人民自由思考和讲话，等于放弃对思想的控制，长远看会威胁其统治根基。进入互联网时代，我们曾一度乐观地以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自动带来自由，毕竟网络让消息传播更快捷，更难以完全封锁，真相似乎无处可藏。然而，现实并非如此简单。一方面，互联网确实让信息传播更难管控，但另一方面，一些政府也在利用更复杂的技术手段来实施新的管制。中国的防火长城是最突出的例子，它将现代尖端技术用于审查之上，建立起前所未有的庞大网络审查体系。此外，大数据和人工智能也被某些政权用于数字集权统治，自动审查敏感内容，通过社交平台监控舆情，利用算法屏蔽特定资讯等等。在中国，你在微信上哪怕发一张不合适的图片，后台 AI 侦测到都会直接屏蔽。你在群聊里说了敏感词，可能群主马上收到警告或整群被封。这些都是数字时代信息管控的新形态。
可见科技本身是中立的，关键看掌握在谁手里。在民主国家，科技被用来拓展知识；在集权国家，科技却被当作束缚思想的锁链。那么，在一个高度信息管控的社会里，普通人如何判断真相？老实说，这非常困难。大多数中国大陆民众并非不聪明，而是他们拿到的拼图碎片永远缺失一角。当所有官方渠道传达的信息都高度一致，而意见声音消失无踪，人们久而久之就以为眼前看到的就是全部事实。更何况，学校教育、电视新闻长期灌输某套论述，很容易形成先入为主的观念。这正是宣传和审查的可怕之处。它不需要说服你相信谎言，它只需要让你接触不到别的声音，你自然就以为谎言是真相。比如前文那位笃信中国网络比台湾自由的同学，他或许并不是存心说谎，他可能真的以为台湾网络很封闭，因为他从国内媒体获取的信息就是这样描述台湾的。再比如，有不少大陆年轻人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一无所知，这不是他们选择无视历史，而是历史教材和网络百科里根本没有那段真实记载。他们被有意剥夺了知情权，如果没人点醒，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然而，真相被压制并不等于永远消失。托马斯·杰斐逊有句名言：错误可以在沉默中称王，但只有自由才能纠正错误。在资讯封闭的环境中，确实容易让谬误一时横行无阻，但随着与外界交流增多，总有人会注意到破绽。就像一个屋子里的人被关久了，总有人会去碰一碰那扇门，发现门外还有天地。翻墙的中国网友、出国的留学生，以及国内一些勇敢的调查记者，都曾把真相的一角揭开，让更多人看见外面的光亮。尽管当局会打压这些泄密者，但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每次真相传开，都会在民众心中留下质疑的火种。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完全封锁信息其实越来越难， VPN 工具层出不穷，社交媒体再严也有漏洞。比如2022年上海封城时，一段名为《4月之声》的视频汇集了市民的哭诉。虽然当局拼命删，但网民们通过倒着上传视频、加滤镜等方法花式传播，一度让审查者焦头烂额。还有像李文亮医生吹哨新冠真相那样的事件，在微信里压不住就传到了微博，再传到外网，最终举世皆知。这过程中当然伴随勇气和代价，但也说明真相有自己的生命力。你可以欺骗所有人一时，但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对于身处自由社会的人来说，或许很难体会那种时时自我审查、战战兢兢的感觉。但我们可以试着想象，如果我们每天的网络都有人替我们决定看什么、不看什么，那我们还能真正形成自主的见解吗？长期在高墙内生活的人，即便偶尔瞥见真相，也可能因为与认知反差太大而拒绝相信，这被称为认知失调。例如，有大陆朋友第一次看到6·4纪录片，震惊之余甚至怀疑是伪造的，因为这跟他从小接受的教育出入太大。这是信息控制对人心的深刻影响，它塑造了你的现实感，让谎言看似合理，让真相反倒像阴谋。正因此，打破信息封锁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心理和社会问题，需要不断有人去质疑、去探索，也需要外界的支持和呼唤。那么，资讯自由对个人和社会有什么意义？可以说，意义重大且深远。对个人而言，拥有获取各种信息的自由，意味着你可以更全面地认识世界，避免被蒙蔽和洗脑。你可以听到不同立场的观点，从而锻炼自己的思辨能力，而不是人云亦云。长远看，信息自由让个人在思想上真正成长为一个独立自主的公民，而不是盲目服从的臣民。前面提到的那些勇敢提问、质疑谎言的人，无不是因为他们接触过自由的信息土壤，才有了清醒的头脑和勇气。如果人人都只能听官方的一种声音，那么创新、批判、精神都会凋零，个人也很难实现自身潜力。对整个社会来说，资讯自由更是繁荣和进步的基石。它首先是民主政治运作的前提，人民只有了解真实情况，才能有效监督政府，参与公共事务。如果信息被垄断，
民主制度就如同无源之水。开放的资讯环境也有助于防止腐败和权力滥用，因为官员知道自己的行为可能被媒体曝光，做坏事要付出代价。再者，自由交流还促进了科学文化的发展，许多科学突破、思想进步都是在自由讨论碰撞中产生的。反之，严密的系管制会扼杀创造力，使社会停滞不前。回顾历史，凡是言论思想活跃的时代，艺术和科学也百花齐放，而实行文化专制的时期，往往陷入停滞和倒退。此外，信息自由还关系到社会信任。当政府不隐瞒信息，民众才更愿意信任政府。如果官方老是说一套，现实又是一套，久而久之，人民就会对任何讯息都存疑，这是社会信用的巨大损伤。比如在中国大陆，由于官方时常辟谣，反而证明是真事，结果搞得群众也不知道该信谁，谣言更容易滋生。这其实是过度封锁反而造成的信息混乱。当然，言论自由并非毫无限制的绝对自由，在民主社会也存在对于谣言、仇恨言论、恐怖主义煽动等内容的限制和管理。但这里的区别在于，这些限制是为了保护公众利益和秩序，而非为了保护政府不受批评。言论自由从来不是说你可以随便散布假消息害人而不受惩罚，而是说你可以批评当权者，讨论公共政策而不被晋升。健康的自由并不等于放任无序，而是在开放讨论和必要规范之间取得平衡。然而，在集权政权那里，规范往往被滥用成全面钳制的借口，把正常批评都打成不法言论，以此剥夺公众的话语权，这就本末倒置了。最后，我们回到开头那一幕，或许能更深刻地理解其中的意义。当美国教授问出“你敢搜天安门吗”，那一刻，其实传递出的不仅是对一个学生的质疑，更是对整个审查制度的拷问。他提醒所有人，不要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眼中的世界就是真实的全貌，也不要轻信任何单方面之词，要勇于发问，哪怕那个问题本身是尖锐的、禁忌的，也唯有将疑问摆上台面，我们才能接近真相。对习惯自由的人来说，这是一种思维方式；对尚在高墙内的人来说，这更是一种弥足珍贵的权利。结语：信息时代的我们身处一个充满机遇也充满挑战的环境，互联网让知识触手可及，也让谣言迅速传播，这就更加需要我们珍视言论自由，并明白它的来之不易。我们笑过那些荒诞的翻车现场之后，更应该意识到，一个人如果从未尝过自由表达的滋味，他可能不会明白真理何其可贵。而我们这些拥有自由的人，更不能因为习以为常就忘记它的重要。正如有人所说，自由就像空气，失去时才觉宝贵。希望通过今天的故事，我们都能对两岸的网络生态和言论环境有更清晰的认识，也希望每个人无论身在何处，都能拥有自主获取信息、判断是非的机会。当下次再听到有人夸口我们那里最自由时，不妨想起那个简单却有力的问题：你敢搜吗？它既是对谎言的挑战，也是对真相的守护。让我们勇敢提问，保持好奇，捍卫那份宝贵的言论自由。只有在自由的阳光下，真相和智慧才能真正的生长。